这是我的乌衡玉，你得物归原主。谁捡着便是谁的。夫君怎的不讲理吗？吴恒玉是我的，阿泰也是我的，谁也抢不走。这便是命中注定。醒了，可要喝水。来，慢些喝。舒二公子，一夜未睡。怎么没睡？方才不就睡着了？那这水为何是热的？你受了伤，不宜再饮生凉之物。舒二公子，你是不会武的。少时阿旭他们练武时，总拉着我一起，但我悟性差，身子弱，没几日便打了退堂鼓。你明知自己不会武，昨夜杀手来时为何不躲？我若躲开，受伤的便是你。可你若受伤了，我如何向王爷交代？王爷又如何向相爷交代？如何向圣上交代？可若不护你，舒某实难给自己一个交代。
大小姐，请喝药。是按新药房煎的吗？是，按大小姐的吩咐，做药引子的天山雪蝉也是挑的最好的。夫人这坐胎药也喝了几年了，肚子也不见动静，不如……我是心疼夫人，是药3分毒。我若无后，这偌大的苏家往后由谁接手？眼下是显摆的时候吗？一个个在苏家待了这么久，还一点眼力劲儿没有？暴吃粥、灵芝羹，还有野味儿，统统撤掉！快，按夫人的意思办。夫人息怒，夫人刚喝了药，用碗甜羹压一压苦。夫人，补税一事，岳丈大人的意思是赶紧割肉，将人打发了事。你看，他要我补齐5年的赋税，再加2分利，粗粗一算便是1000万。这数目是太大了些，只是眼下也确无他法。不如夫人暂将家中印信交由为夫，我先尽快了结了此事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昨夜休息的可好？休息的如何，都不耽误本王办正事。玉大人，是王爷。抽检赋税一事不可再拖。若市伯署存心拖延，本王也只能公事公办。届时严查下去，就不是这个数了。王爷，此数目是否还能商量？现下是1000万了，苏大小姐可以慢慢想，本王不介意多翻几番。好，就依王爷所言，你即刻去取印信，务必配合王爷，将此事圆满了结。夫人放心，王爷放心，我这就去办。早日了结，也能早日为苏家商行正名。可不是我吹啊，这缴械绸放眼整个林州也是上品呐。哎，你瞧这花样，多别致啊！季修雅又不失风韵，可谓上品啊。吴老板忽悠文先生不成，又想蒙骗其他客商。你，文先生，吴老板，你不是说料子到灵州后谁都没给看过？不，专留着要与我合作吗？这批料子的丝线不够密，一旦过水晾晒，便会变形，且极易破损。吴老板，你是要把我往死里坑啊？你又是你！这是何意啊？这批缴械绸我全要了。啊？吴老板与其抱着这批料子四处碰壁，倒不如拿了金子一劳永逸。吴老板何乐而不为呢？我不过想请教几个问题，吴老板只需如实回答，这锭金子便归你。成交。小姐，你尽管问，吴某知无不言。这批料子产自何地？西南安昌。追鱼，我大显境内所用蓝靛还染不出这般沉郁的青色。吴老板可想清楚了，是拿了金子逍遥快活，还是被押去市伯署衙门挨板子回话？我说，小姐慧眼，这批布料确非大显之物，是福禄
金楼的骆掌柜暗地里倒腾来的，我从他那里匀了一些，本想借此倒手小赚一笔，没曾想遇到了您这尊菩萨。骆掌柜是灵州城的一家首饰阁，叫福禄金楼，掌柜的姓骆，是他托人给我供的货。吴老板先前与文先生一直合作，想必对他颇有了解。依你之见，他可曾看出这批料子有异？小姐，您说笑了。文先生那么精明的人，怎会看不出门道？他可是灵州出了名的牙人，自己虽无实业，可灵州大小生意都斗不开他呀。凡是过了他手的生意，都十分的红火。我就是看准了他的生金之能，才攀上他的。小姐眼光独到，见解非凡，实乃经商行家。在下文宗，不知是否有幸能请你吃顿便饭，以谢方才提醒之情。你去打听打听这个叫文宗的。依吴老板的说辞，此人应当牵涉走私，最起码也是个从中牟利的知情者。回小姐，文宗今年20有7，他与苏家关系匪浅。此人初来灵州城不出1月，便替苏家谈成了笔大买卖，故苏大小姐对他格外倚重。此后短短不到2年时间，他便借着苏家的人脉和自己的手段，成了这灵州商界无人不晓的大人物。那他来灵州之前是做什么的？这属下不清楚。此人来历成谜，连是何方人士都无人知晓。哎，你怎的对文宗这般了解？因为您的夫君，我的爷想掀他个底儿掉。昨夜属下见他好似有意接近小姐，故留了个心眼儿，查了查。你们金云卫办事效率果然不凡。小姐，接下来是何打算？去趟福禄金楼，会一会这位骆掌柜。这两人丢了那么多银子，也是时候收网见鱼了。各位客官留步细听，让利2成，最后1日，每位客官限购1件。哟，贵客光临，有失远迎。不知小姐想看什么样的首饰？哦，小姐这边请。咱们店里啊，淡雅的、华贵的，应有尽有。我家小姐最不喜与旁人撞款，要买就买独一无二的。哦，明白。小姐，这边请。这都是咱们店最上乘的首饰，小姐看，可有能入您眼的？小姐当真好眼光，这簪子可是今年最新的样式。最难得的是它上头的珊瑚，这等质地色泽，即便放眼整个大县，也出不了几粒。福禄金楼果然名不虚传，能引得灵州内外的女子趋之若鹜。原来小姐是位行家呀！小的听闻，近2日城里来了位眼光独到、品味甚高的散财仙子，想来就是小姐您吧？灵州城八方来财，堆金叠玉，散财仙子的名号，可不敢当。这珊瑚簪子是我家夫人昨日便瞧上的，先来后到拿钱说话，姑娘还是识趣些为好。先来后到甚是在理，可方才我确实是比姑娘先到的金楼。这簪子是我家夫人昨日便瞧上的。小二，这位姑娘昨日可曾付过定金？不曾。未曾付定，那只簪子便可自由买卖。
否则若再来位客人说前几日便瞧上了，那你们这生意该如何做？是，我家夫人可是定北王妃的亲姐姐，干扰她不快，谁也别想好过。眼下定北王就在灵州城，他的杀名想必你们都听说过。你家夫人可是宣威将军府的三少夫人？正是。哦，好你个明主，远嫁灵州还不知收敛，竟敢借着王府的名头在此作威作福。追宇，这先来后到，拿钱说话。小二收的可是我的银子，承让了。你给我站住！你敢得罪我家夫人，她是定北王妃的姐姐，可她又不是定北王妃，仗着有一个做王妃的妹妹，作威作福，横行霸道。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大显战神娶了一个什么仗势欺人的刁蛮恶妇呢。你管得着吗？王爷和王妃当真知道你家夫人素日是这般行事？人家是血缘至亲，你说呢？识相的就赶紧滚，打哪儿来回哪儿去。王爷动起怒来，可是要人命的。好啊，你们居然欺负到宣威将军府头上来了！我这就回去禀报夫人，带夫人给王爷递去消息。你还有你们金楼都没好果子吃。哎，灵芝姑娘，咱有话好说呀！你给我起开！何事吵嚷啊？灵芝姑娘，这是怎么了？你问他。骆掌柜。宣威将军府开罪不得，赶紧去知会东家一声。是。灵芝姑娘，有事好商量，何必动怒伤了身子呢？啊！苏大小姐平日里树敌颇多，若非如此，出门何必这般真诚？京畿官员日常出行，也不及你一半为是。苏家行商一向低调，今日也是沾了王爷的光。王爷乃护国柱石，虽微服出巡，该有的护卫还是得有。话说，怎未见舒翰林与王爷同行？管家说他一早便出门去了。舒儿对行商之道不感兴趣，自是去南街淘字画吧。苏大小姐不必费心。公子若喜欢，承本价带走。客官，您看看这幅字，笔锋有劲的很呐，字里行间充满着……若见此标志，说明方圆100米内必前有金玉为暗卫。可街上这么多人，我怎知谁是谁呢？若是在市集，暗卫们大多会伪装成店家守株待兔。舒儿公子认不得他们不打紧，他们都事先看过你的画像，认得出你。你只需一家家店光顾过去，定能接上头的。苏家产业大，涉猎广，本王正想见识一番，讨教一些生意经。王爷这话可折煞我了，能得您指点，才是苏家之幸。苏家产业虽多，但走的都是正途，能有今日，也是先帝和当今圣上宽厚倚重。东家，小的寻了好些地儿才寻。放肆！不怕冲撞了王爷？急赤白脸的，什么事儿？咱们金楼里闹出大动静了。哎，公子，您看看这笔筒，还有这个物件很实用啊。舒公子，舒公子可要试试我家的字号笔？请。
你怎知我姓舒？玉带向第2个拐角，右手偏自向尾往前数，第5户宅院。王爷虽放出了世子回京的消息，但苏家眼线未撤，暂还不宜接头。你们小心藏好，待时机成熟，我们即刻前去。好。来看一看，客官，手工编织的好走啊布老虎。好嘞，多谢客官。我5天才能做一个呢。啊，客官您看看吧，各种样式。哎，这个里子挺好的，这个布料更好。小姐气度不凡，仪态万方，想必就是这2日城中所传的散财仙子了。夫人丰容盛简，玲珑爽丽，想来应是飞升灵州的素老板了。哎，行了，别说了，这簪子我家夫人要定了。灵芝姑娘，哎，东家，那就是宣威将军府3少夫人的心腹丫鬟。方才路上我听伙计说了事由，也怪我们金楼备货不足，待客不周，这才闹出这场不必要的误会。不如2位给我几分薄面，各自另选1样首饰，除去今日的酬宾折扣外，我再减2分利。我们宣威将军府差这点银子，我家夫人点名要这只簪子，其他再好她都瞧不上。一个不知哪儿冒出来的外乡丫头，凭什么同我家夫人争？这簪子，我要。你谁啊？说要就要，口气倒是不小。放肆！东西呢？在这儿。什么价？得王爷青眼，是这簪子的福气，这簪子就赠与王爷了。回去转告明处，若他日后还不知收敛，本王会亲自教他如何做人。还不快去回话！是啊。正主打理，好生痛快。金簪临并斜，珊瑚照玉容。此簪与小姐的天人之姿甚是相配，不如就赠与小姐了。多谢公子。虽是借花献佛，却也是份心意。先前倒是小瞧了夫君的演技。方才听素老板称您为王爷，小女子斗胆一问，尊驾可就是战功赫赫、威震北境的大显战神定北王殿下？正是。小女子能见王爷真容，实乃3生有幸。听闻王爷束发之灵，便携3000精兵，剿灭了3万北蛮大军，就此令北蛮闻风丧胆，数年不敢妄动，大显社稷安定，百姓康乐。王爷实乃有大功劳。陈年旧事，不足挂齿。不过小姐一介弱智，却对本王之事如数家珍，倒是叫本王惊喜啊！一夸就飘，可别演砸了。不知小姐贵姓，芳名为何？小女子姓何，单名一个豆蔻的蔻字。蛮歌豆蔻北人愁，本王驻守北境多年，每见豆蔻含苞，便知春欲至，雁将归。能让王爷心觉宽慰，苦中有盼，实乃豆蔻之福。可本王却更喜月静鸳鸯水，春生豆蔻枝。
爷向来惜字如金，何时这般能说会道了？托王爷金口玉言，小女子也盼着能早日觅得良人，与之鸳鸯比翼。今日怠慢了何小姐，我心中有愧。既然王爷与何小姐一见如故，我便斗胆做主，邀何小姐赴宴同乐。甚好，何小姐不许推脱。王爷与苏老板盛情，小女子却之不恭。何小姐，请。多谢王爷。告知文先生，今日我做东，介绍2位贵客与他认识，顺便让他替我长长眼。如若这位散财仙子真是身家丰厚，那素家可得要好好招待招待。哎，明白。本王的王妃手还牵不得了。这儿可没有王妃，夫君别闹，得注意身份。我看你是富商小姐，搬上了眼，都不想做回王妃了，是吧？谁说的？那还是做王妃更恣意清闲。毕竟也没谁敢欺凌到王妃头上来。夫君，能否帮我下一道谕令？王妃是想敲打明主？夫君的威望与战功，都是沙场上一刀一枪拿命搏来的，我岂能容他这般好赖不凡，借着王府的名头横行无忌，四处欺人？本王并不在意。那也不成，我还没糟蹋呢。你想怎么糟蹋？这可得让我好好想一想。毕竟王府家大业大，糟蹋起来可非一日之功。王爷，何小姐，那珊瑚簪子金贵，我让人配了个匣子，稍后再送来。此地蚊虫甚多。松开，松开！夫君怎么跟快递膏药似的？手脚快些，动静小些。来，都麻利些，装好，赶紧走，快快！慢点，当心手啊！放哪儿这个？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又来了一箱，来了一箱，来。走。什么人？是我。故人将后院不用的旧物清走些。旧物怎会这般沉？大小姐知道此事吗？这点小事，我还做不了主吗？成日里来大小姐长，大小姐短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子吗？大小姐知道此事，姑爷做什么，还轮不到你多嘴。一个赘婿，还真把自己当主子了。在大小姐眼里，你和我们有什么分别？姑爷，你
寻机，将方才那人处置了。自己也尽早脱身。是。去吧。王爷、何小姐，稍坐，我去同掌柜的嘱咐一二。有劳苏老板了。何小姐是初次来灵州城，不错，小女子也未曾想到，初次来灵州城，便有幸与王爷相识。天价良缘，恰如其时。哎呀，王爷莫要说笑了。苏尔荣城府颇深，不似面上看去那般随和，你务必小心。还有，你在金楼可有发现？金楼的骆掌柜，想来应就是京城走私之物的上家，只是眼下我还未得进一步试探的机会。事缓则圆，人缓则安，你切莫心急。爷，进来。爷，玉伯忠已出城，往约定之处去了。即刻去趟宣威将军府，传本王谕令，斥明处私德有亏，具体如何，你看着办。是。此等节骨眼上，玉伯忠不在夫君眼前巴结着，出城去做什么？贪心不足蛇吞象，本王要借玉伯忠之手，让苏家主动补齐灵州拖欠的所有税款。仔细盯着菜品酒水，不可有半点疏漏。是。挑机灵的伺候着，千万怠慢不得。是，东家。还有，把徽楼的姑娘们都请过来，记得叫上青雨。是，我即刻就去。不知何小姐对这幅画有何见解？王爷见笑，阿寇并不善丹青。王爷、何小姐，久等了。我特让厨房准备了几样灵州的特色菜，费了一些功夫。有劳苏老板款待。其实今日我也是沾了王爷的光，不如改日我做东，请苏老板与王爷拨冗赏光。我这人最爱热闹，自然要去。那王爷呢？好。何小姐风姿绰约，又正花性年华，想必素日有不少人拜倒在你石榴裙下。苏老板谬赞了，我是过来人，何小姐不妨听我一言。找夫婿，还是得找门当户对、彼此匹配的。我瞧着何小姐与王爷，就甚是登对。王爷恕罪，我行商多年，快人快语惯了，一时竟忘了王爷已然娶妻。苏老板抬举了，我一介女商，何德何能敢与王爷相配啊？何小姐与王妃确有几分相似。我们做生意的最讲究的就是眼缘，买卖成与不成，眼缘极为重要。我瞧着何小姐和王爷甚是有缘。东家，文先生到了，快请。文先生，文宗现身相救，抱住了王妃。
年纪不大，斯斯文文，相貌还挺清秀。文某来迟，望苏老板勿怪。文先生来得正巧，我来给你引荐。这位是定北王殿下，这位是何小姐。文某见过王爷。原来小姐姓何。你们认识啊？与其说认识，不如说有缘。若识人不善，还不如无缘。不知何小姐可有兄弟姊妹？家中有一位兄长，2位姐姐，我是年纪最小的。那文某就不见外的称你一声小小姐了。其实今日宴请何小姐，我是有私心的。前些日子我收了几样物件，也不知是否真如说的那般好。城中掌柜的都赞何小姐有一双慧眼。我便想着，请你替我验验，看是否受人诓骗。苏老板做古行商多年，眼光见识自是比我高，您过谦了。还请何小姐不吝赐教。不敢不敢，我至多就是欣赏一二。兽首玛瑙杯，月窑秘色瓷，蓝色琉璃簪钗。金晶石乃南律独有，但若不细看，极易被认成色色石。色色石价高，若以金晶石鱼目混铸，确是宝物。当真是样样稀罕金贵，价值不菲啊！这只蓝色琉璃簪钗，小小姐以为如何？色透而清，杂质细微。眼下在屋内已如此剔透，想来见了日光啊，更是熠熠生辉。好眼力！小小姐不若再猜猜，这几件若是唱卖，最高能唱到什么价？文先生这可就难为我了。这未入唱卖行的物件儿，不得随意报价，此乃大忌讳。忌讳虽有，何小姐不宣之于口，不就成了？那我若是猜的不对，苏老板勿怪哦。如何？我就说何小姐有一双慧眼。这玛瑙杯是玉髓所制。酒入杯后会愈发香醇，王爷爱酒，我看这玛瑙杯赠与王爷正好。此物可抵本王1年俸禄，苏大小姐就不怕苏家被诟病，本王备餐贪墨所挥。本王一介武夫，比不上文先生会赏识，此物不如赠与他。这喝的是酒还是
王爷为人清正，谁人敢污蔑啊？只不过苏老板这一片好意，辜负了岂不可惜？依我之拙见，不如苏老板将这玛瑙杯折现，当做给定北军军需的募捐款。二位意下如何？如此一来，既全了苏老板的心意，王爷与定北军也会感念于苏家，于名声上更是坦荡。若是圣上知晓了，说不定还会嘉许呢。如此，甚好。所谓两相圆满。芝麻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要你何用？夫人饶命！实在是那女子有人撑腰。在灵州，谁敢跟宣威将军府作对？何况我还是定北王妃的亲戚，敢和我争，活腻了吗？奴婢听苏大小姐称那人为王爷。王爷？王爷怎么了？王爷也得尊个先来后到。少夫人，不好了！定北王派人来下狱斥责，老爷发了好大的脾气。跪下！公爹，这是怎么了？一生的宿命，听你脉搏声音，掌纹里流转蜿蜒，披红妆的心，灯火下的安宁，数着年轮盘踞，等青丝待鬓发，如你随行。年华里不曾想，回头望红绳绑，家门里的重量手放在你手上，命运中结成了相伴，贴着我心愿彼岸，归途从此有了世事的眺望。手心里的盼望，紧扣在你的手上，填满我来时的奔波，用一生将爱领我，穿过昼夜漫长，谁在我身旁？抬眸一刹那，还是你啊？别害怕，我会随你。